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摄影师 JCK， 这期继续跟大家分享产品摄影方面的一些小技巧。这期跟大家分享一张我为 DrumNote 拍摄的一张香水图。我们拿第一张为例，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简单，但是又非常容易出大片质感效果的。在我们正式开始讲解之前呢，也请大家不要吝啬自己的1连、2连或者3连都可以。这对于我是很大的帮助，我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产品摄影方面的干货知识。好，我们现在进入拍摄现场，看一下我是如何拍摄的吧。首先我们看到后面我布置了一个非常大的黑色的背景，而且这个黑色的背景跟产品的布置拉开了一定的距离。拉开距离是为了防止过多干扰光线去影响到它。黑色的背景呢，则是为整个画面的黑色基调做一个很好的铺垫。然后我们介绍我们打的第一盏灯，也是我认为这个片子里边很重要的一盏灯。大家看到我下面有一个用热血闪光灯加标准罩斜向上45度打的一盏灯。这盏灯的作用其实是打亮下面的这一个边缘用的，但是这里边我用到了一个小技巧，就是大家看到我把这个镜子在这个桌沿的边缘把它延伸出来了一点。之所以把它延伸出来，是因为如果你把这个镜子太贴近这个边缘，你打出来的这个光就是一道死白色，就是非常非常白，但是它没有任何细节。但是这样你把它延伸出来一点，你再去拍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它是有一定的细节在里面的，所以这个为画面产生了一点不一样的效果。然后我们看接下来的布光。接下来的布光呢，就是我们分别在左右两边去加光，打亮这个产品的瓶身，然后我们在前面给它加上自制的硫酸纸，这样呢可以让画面的效果更加柔。灯光呢，我在右侧呢是使用了神牛的 AD400 Pro， 然后我们看一下左侧，同样的方法，我们在左侧是用了 AD600 Pro， 然后也是加了自制的柔光屏。这里要注意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前面我是加了30度的蜂巢，就是还是要束缚一下光线，不要让光线过多的去扩散。然后大家看到我这里是用了自制的硫酸纸。这里我也讲一句啊，就硫酸纸它很多时候不是越大越好，反而有的时候它是越小越好，就是不要让光线更多的扩散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在这里，一我用了蜂巢去束缚光线，二我用了自制的小的柔光屏去约束光线的扩散。如果你能明白柔光它不只是可以做大的柔光，还有小的这种柔光，那么我相信你对于柔光的概念会有一个更深的理解。现在拍完之后呢，产品本身还是不够亮的，就是它前面的这一个 logo 还不够亮。大家看到这个顶灯是斜向下打下来的，这里它跟镜头前面是不是又形成了一个入射角跟反射角的关系？这样你打过来，那 logo 一定是亮的。好了，片子拍到这里呢，然后我们再加入最后一步，就是给它加一点烟雾。我们加入这几盏灯之后，我们就得到了以下的效果。OK， 看到这里，可能很多小伙伴发现了，包括开头的《盗梦空间》的镜头，以及后面的一些镜头的运镜，都比我往期的视频更平滑了很多。那是因为本期视频我使用到了智云的 Smooth 5S 这款手机稳定器。其实说它是手机稳定器，但是我发现它又用到了正交3轴的这种稳定设计，跟那种微单啊就已经很像了，所以稳定性上有很好的保证。包括它的一些细节做工，我觉得质感都做得非常的不错。但是真正它对于我来说比较大的一点的帮助是什么呢？就是它前面加入了这种磁吸的 LED 的功能，包括它本身自己就有一个 LED 的功能。磁吸的这个你可以配2个都可以，然后一键开灯。
这里我也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开灯之前和开灯之后的效果，大家可以自行对比一下。在后面的视频里，我可能也会大量去加入它的使用，让我的视频看起来更平顺。如果本期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，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3连、2连或者1连支持都可以。最后呢，也打个广告，我们工作室7月份的招生已经开始了，如果有想咨询报名的小伙伴，也可以后台跟我取得联系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拜拜。